每2000年，灵魂与肉身能量的交汇。来自高龄层的赛斯说，每2000年，灵魂与肉身能量会进行交汇。这话表明，每2000年，灵魂和身体能量相遇的地方就会发生一次重大事件。这一事件没有进一步解释，但可以解释为精神或能量领域的重大转变。他也提出了一个简单的觉知灵魂的练习，这种做法涉及吸收内在宇宙的能量。这可以解释为一种冥想或精神实践。在这种冥想或精神实践中，一个人与他们的内在自我和宇宙的能量联系在一起。最后，他暗示知觉不是来自身体，也不是物质的。这可以解释为这样的想法，即我们的感官和意识不限于身体，而是延伸到精神或能量领域之外。总的来说，这话暗示了对连接灵魂和宇宙能量的重要性的信念，以及对超越物质身体的非物质领域存在的信念。觉知灵魂的简单练习，汲取内在宇宙的能量。这是怎么做的呢？可以通过各种精神或冥想练习来实现对灵魂的意识和吸收内在宇宙能量的练习。以下是一些可能有用的简单步骤。1. 找一个不会被打扰的安静祥和的地方，舒适的坐在盘腿位置或椅子上，脊柱伸直，双手放在膝盖上。2. 闭上眼睛，深呼吸几次，释放身体的紧张或压力。3. 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在呼吸上，观察空气进出身体的感觉。如果你的思绪开始走神，轻轻地将它带回到呼吸上。4. 当您变得更加放松和集中注意力时，想象身体中心有一道明亮的光或能量，这种光代表你的灵魂或内在本质。5. 观想这道光在扩大和增长，用它的光芒充满你的整个身体，想象它从你的身体流出，将你与宇宙的能量连接起来。6. 专注于这种连接和吸收的感觉，感受内在宇宙的能量流入你的身体并滋养你的灵魂。7. 只要你愿意，就可以一直保持这种意识状态，让自己充分吸收内在宇宙的能量。8. 准备就绪后，轻轻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呼吸上，然后慢慢睁开眼睛。这种练习每天只需5到10分钟即可完成，并且可以成为培养灵魂意识和连接宇宙能量的有效方式。知觉并非来自肉体，感知不是肉体性的。我们的感知和知觉不是来自肉体本身，而是来自我们的意识和灵魂。我们的身体和物质世界只是一个载体，我们的意识和灵魂才是真正的主宰。我们的感知和知觉是通过我们的灵魂与宇宙和其他生命形式互动而产生的。他认为，我们可以通过深入的冥想和灵性实践来加强我们的感知和意识，并与更高的意识层次相连接。此外，他还强调，我们的意识和灵魂是永恒的，可以超越肉体的限制。总之，赛斯的观点强调了意识和灵性的重要性，并提出了一种新的方式来理解我们的感知和知觉。明白心法的感知实相，心是万法的根源。这个陈述强调了理解心在创造我们现实中的作用的重要性。心不仅仅是来自外部世界的信息的被动接收者，而且它积极的塑造和创造我们所经历的现实。我们的看法和信念在我们如何解释和体验我们周围的世界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声明中的新概念指的是我们存在的更深层次，例如我们的直觉、情感和精神联系。它表明，我们内心深处的存在是构建我们现实的基础。对我们自己这一方面的深刻理解和联系，可以带来更充实、更和谐的生活。正如东方哲学和宗教所理解的那样，法一词指的是支配宇宙的基本法则和原则。通过强调心是一切法的根源，赛斯暗示我们最深处的自我与现实本身的基本本质密切相关。通过理解并与这个更深层次的现实保持一致，我们可以创造更有意义和更充实的生活体验。你们形成你们所知的物质及物质世界。这个观点是指人们的认知和心智活动对周围世界的影响。人们的认知和观念可以影响物质世界的现象和结构，也就是说，人们的想法和信念可以塑造他们所处的现实和世界观。例如，一个人对于成功的期望和信念，
可能会影响他们的行为和决策，进而改变他们的现实和生活经验。这个观点也暗示着人们对于现实的主观解读和塑造的作用。不同的人可能会对同一个事件或物件产生不同的认知和解读，进而影响他们的行为和反应。因此，这个观点也强调了个人的自主性和责任性，即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思考和行为来影响和改变自己所处的现实和世界观。任何感知的活动改变了感知者，被感知的东西往往是感知者的一个延伸。感知就是介入，就是创造，困难点就是突破点。这句话强调了知觉不是被动过程，而是塑造知觉者和被知觉者的主动过程。当我们感知某事时，我们的思想、信念和期望会影响我们对它的解释和反应。因此，我们所感知的往往是我们自己的延伸，反映了我们自己的内在现实。这既可以赋予力量，也可以带来挑战。因为这意味着我们有能力塑造我们对世界的体验，但这也意味着我们必须对我们的看法负责，并认识到他们对我们自己和他人的影响。困难点就是突破点，是指我们意识到自己的看法，并能够挑战和改变它们，为成长和转变开辟新的可能性的时刻。每天生活的一切都是灵魂的精心创作。根据这一教导，灵魂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单位，它不断地处于变化的状态。它是我们的本质，负责创造我们的物质现实。我们的思想、信念和情感塑造了我们的体验，并体现在我们周围的物质世界中。因此，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切，从我们遇到的人到我们所处的环境，都是我们自己创造的结果。我们不是现实的被动观察者，而是创造现实的积极参与者。这在强调理解我们自己的思想和信念在塑造我们现实中的力量的重要性。通过意识到我们的思维模式，并选择专注于积极和赋权的信念，我们可以有意识地创造一个更充实和快乐的生活。这需要深刻理解新的感知现实、所有法的根源以及塑造我们体验的新的力量。灵魂的感知不依靠时间，因为时间是一个物质界的伪装，不适用于非物质的实相。灵魂直接感知所有的经验。它表明时间是物质世界的构造，不适用于灵魂的非物质领域。因此，灵魂的感知不受时间的束缚，可以直接感知所有的体验，不受过去、现在、未来的限制。这种观点通常与精神和形而上学信仰有关。这些信仰认为灵魂是永恒和无限的，存在于肉体和物质世界之外。灵魂是个电磁能量场，你是其一部分。这一教导暗示灵魂是一个电磁能量场，每个人都是这个更大能量场的一部分。灵魂被认为是永恒不变的，具有强烈的认同感和对自己是谁的深刻理解。当被问及你是谁，灵魂简单的回答：我就是我。灵魂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灵魂是无限个自己。灵魂不被视为一个封闭的系统，而是无数个自我。这意味着每个人都有可能与他们灵魂的不同方面建立联系，并在此过程中体验成长和转变。通过冥想和正念等练习，个人可以挖掘灵魂的无限潜力，体验更高层次的自我意识和个人成长。起始点就决定了终点，任何经验或努力的开始都决定了最终的终点。这意味着我们开始一个项目或旅程的意图。信念和期望会极大地影响结果。通过设定积极的意图并专注于期望的结果，我们可以在生活中创造更有利的结果。没有人可以活着离开这个地球。这一提醒意味着我们没有人可以活着离开这个地球，暗示死亡只是从一种存在状态到另一种存在状态的过渡。这种理解可以帮助我们更充分地活在当下，体会到生命的宝贵和充分利用我们在地球上的时间的重要性。灵魂并不为他的身份感到害怕，他对自己有信心，他总在探索，他不怕被经验或感知所淹没。根据这一观点，灵魂是一种存在于人类及宇宙中的精神实体。在这个观点中，灵魂不会感到害怕或不安，因为他有信心。
知道自己有无限的能力和探索的潜力。这也强调灵魂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发现的存在，它不怕被经验或感知所淹没。灵魂是一种无限的存在，并且有无限的能力来学习和成长，因此灵魂总是在探索新的经验和感知，以扩展自己的意识和了解宇宙的本质。总之，这一观点强调灵魂的信心、探索精神和无限的能力。灵魂不会感到害怕或不安，它总是在探索和发现新的经验，以扩展自己的意识和理解宇宙的本质。没有一个心理系统是封闭的，没有意识是封闭的。不管在你自己的系统内有什么相反的表现，根据这一观点中，没有一个心理系统是封闭的，意识也不是封闭的。意识是指人类的知觉和思想活动，它与人的心理系统紧密相关，并且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这意味着人的意识受到来自外部和内部的各种因素的影响，并且会反映在人的心理系统中。就算在一个人自己的心理系统中，也可能存在着相反的表现。这是因为人的心理系统是复杂的，包括许多不同的元素，如情感、思维、信念等等。这些元素之间可能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因此人的行为和想法也可能存在着相反的表现。总之，在这一观点中，人的心理系统和意识是开放的系统，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因此人的行为和想法可能存在着相反的表现，但这不会改变人的意识和心理系统是开放的这一事实。灵魂是个旅行家，他一面走就一面创造了世界。你就是一个灵魂，你是一个灵魂的特定的显现。根据这一观点，灵魂是一种无限的存在，不断的探索和创造。灵魂是一个旅行家，随着他的探索和旅程，他同时也在创造世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灵魂的具体显现，这也强调了灵魂的无限创造力和能力。每个人都有一个独特的灵魂，并且通过这个灵魂的表现，我们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世界。因此，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灵魂的具体表现，同时也是一个独特的创造者。总之，这一观点强调了灵魂的探索和创造能力。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灵魂的具体表现，通过灵魂的表现和创造，我们可以塑造属于自己的世界。形象是能量集中的结果，它的模式来自有鲜明指向的情感上或心灵上的概念影像。这一观点是指物质世界中的形象包括人、事物等，都是能量集中的结果。它们的形态和模式来自于有鲜明指向的情感上或心灵上的概念影像。换句话说，人们的思想、情感和信念等心灵状态会影响周遭的物质环境，产生不同的形象。如果一个人的心灵状态充满着积极的能量和乐观的态度，那么他所创造出来的形象也会反映出这种能量和态度。因此，人们可以透过改变自己的思想、情感和信念，来改变自己周遭的物质环境，创造出更加美好的生活。肉身是极强的情感焦点的结果。你心灵的奇妙能量不只是创造了你的肉身，而且还维护它。这一观点是指人类的肉身不仅仅是物质的结构，更是情感焦点的结果。人类的情感和心灵能量在肉身的创造和维护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这一观点中，人类的心灵能量是无限的，它可以创造和影响一切。当一个人将自己的心灵能量聚焦于创造肉身时，他的身体就会根据他的想象和信念来创造。同时，当一个人的心灵能量受到负面的影响时，他的身体也会受到相应的影响，这可能会导致身体的疾病和不适。因此，人们可以通过修炼心灵和情感，提高自己的心灵能量，进而影响自己的肉身状态。这种心灵能量的提高和肉身的改变是相互作用的，它们共同创造了一个健康、平衡和快乐的生命体验。你的情感强度与灌注创造了你肉体之外的形象，但它们的持久性与程度则是赖人依情感的缘起的强度。这一观点是指，
人的情感强度和灌注会影响周围的形象，而这些形象可能超出人的肉体范围，例如人际关系、财富状况、事业成功等等。然而，这要强调的是，情感的持久性和程度取决于情感源头的强度。如果情感是基于积极、稳定的源头，它将更持久、更强烈；而反之，如果情感是基于消极、不稳定的源头，那么它的持久性和程度也会相应的较弱。换句话说，人们可以通过掌握情感的源头，来控制和创造自己的形象。如果一个人的情感源头充满着积极的能量和信念，那么他所创造出来的形象也会充满积极的能量和信念。因此，建议人们要学会掌握自己的情感，让他们基于积极、稳定的源头，从而创造更加美好、丰盛的生命体验。其实，每件已实质出现的东西也存在于你所不能感知的方式里。这一观点是指，人们所能感知的现实只是一个极其有限的部分。事实上，世界上存在着许多无法被感知的事物，这些事物可能存在于人们的感官和认知之外。这指出，每件已实质出现的东西都存在于一种无法被感知的方式中，这种方式可能是人们目前还不了解或者还未能感知的。例如，人们所看到的物体只是由分子和原子组成的，而这些分子和原子本身也是由更微小的粒子组成的，这些粒子是无法被肉眼或者其他仪器感知的。同样的，人们的思想、情感和精神世界也存在于一种无法被感知的方式中，这种方式可能是人们目前还不了解或者还未能感知的。因此，人们需要通过不断的拓展自己的认知和思想，来开启新的感知能力和精神世界，从而更好的理解世界和自己。